这台是全新的15英寸 MacBook Air。今天的视频就想和大家分享拿到这台新电脑之后我会做的一些设置以及会安装的软件。首先一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肯定就是设置触控板了。在系统设置里面找到触控板这个选项，有一个辅助点按，把它设置成双指点按或轻点。这样的话，如果两指轻点触控板的话，就相当于是鼠标的右键。另外一个一定要打开的触控板选项比较的狡猾，它并不在触控板这个选项里面，而是在辅助功能里。在辅助功能当中找到指针控制，点击触控板选项，然后这边有一个使用触控板进行拖移，把它选中，打开三指拖移这个功能，用3个手指就可以这样拖动这个文件或者文件夹，就会很方便。而且在修改文字的时候，使用这个3指还能够选中你想要修改的段落，这样的操作就会比较精确。有了这些选项之后，相信我，即使没有鼠标，用触控板使用 Mac 也是一件非常轻松写意的事情。第二件我会做的事情就是对于程序屋进行设置。到程序屋当中，然后用刚刚设置好的双指点按呼出它的右键，然后在不需要的这些程序，我会选择不要在程序屋中保留。这样的话，我就只会把我常用的软件留在程序屋当中，而不常用的就让它们消失不见。那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又会到系统设置当中找到桌面与程序屋，然后在这个选项自动隐藏和显示程序屋当中把这个选项打开。这样的话，程序屋就在你不点到它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消失，给整个屏幕多出了一块使用的区域。类似的，我也会清理我的菜单栏。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在菜单栏当中放出很多的信息，比如说内存的使用情况啊，然后还有电量。但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极简，所以我只保留了我需要的一些信息，别的能不开的我就会尽量不开。那想要调整这个菜单栏这边的东西呢，我们还是需要到系统设置，然后找到控制中心。找到控制中心之后，就可以在这里看到能在菜单栏当中显示和关闭的一些选项。那我是打开了 WiFi、蓝牙，然后还有声音这个选项。本身在键盘上 F11 和 F12 这2个功能键是可以直接更改声音的音量的。那我打开声音这个选项呢，主要是因为有时候在卧室，如果拿这个电脑看视频的话，我会把它直接连到我的那个 HomePod mini 上。那这样的话，在这里就直接可以选，你看这里可以看到有个床头的这个 HomePod mini 的选项，这样就比较方便了，不用打开菜单然后再去找这个功能。那我另外一个保留在菜单栏里面的选项是这个输入法切换，因为英文和中文切换的比较频繁，所以留在这里会比较方便。打开这个选项呢，也是要到系统设置，找到键盘，然后在文字输入下面有个编辑，就可以在这里选择你想要的输入法，都可以在这里添加。然后在这里有个选项，就是在菜单栏中显示输入法菜单，然后把这个打开，就可以在菜单栏当中看到输入法了。那对于我来说，做了以上几点之后，一台新电脑的基本设置就完成了。在这里还想分享几个使用文件夹的小技巧。在打开了文件夹之后，这边左上方的菜单栏里面有个显示，点击它，选择一个显示路径栏。在选择了之后，就可以在这边左下方看到这个文件夹所属的位置了。这对于很多使用 Windows 的用户来说，应该是个很有用的功能，因为 Windows 里面很容易就能够查看到文件夹所在的位置。然后另外一个小功能就是在文件夹这里菜单栏的右边，用刚刚设置好的双指右击就可以看到一个自定义工具栏，然后在这里面就可以选择你希望出现在菜单栏里面的功能。就像你看到的，因为我比较极简，所以我只保留了一些很基本的功能，就是显示，然后群组还有操作。然后像别的一些功能我就没有打开了，因为用的机会比较少。那到这里新电脑的设置就基本上完成了，接下来我就要开始装一些我使用的软件了。那其实我是一个比较轻度的程序软件用户。那我第一个想分享的软件呢，其实就是 1Password。1Password 其实很多人都很熟悉了，它就是一个管理你的账户和密码的这么一个软件。我自己是会把我注册的所有包括网站各种会员的账户密码都存到这个软件里面，然后在注册一些新的用户的时候，我也不用想秃头去想一些各种奇怪的组合来满足那些网站或者会员对于你密码的一些的奇怪的要求。市面上当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密码管理软件了，那我使用 1Password 主要还是因为习惯。
它是在06年出了 Mac 端的软件，然后在10年又出了 iPhone 端的软件，所以在那之后我就是一直用这个软件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1Password 在业界里面在安全性上的名声也是很不错的，因为我是会在各个不同的设备里面从云端共享这些密码信息，然后包括我和 Emma 也有一个 family 的 plan 然后我们两个之间会共享我们一些共用的账户，所以我当然是希望它在安全性上是做得很好的。当然 1Password 的云端服务是要付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收费还算是合理。第二个我必安装的软件就是大名鼎鼎的 Notion 啦。Notion 呢是一款笔记管理软件，其实在市面上也一样有很多别的很知名的笔记管理软件。那我用 Notion 呢是因为它的知名度比较高，然后我在使用了之后呢也比较习惯了它的使用逻辑，所以使用它的这个习惯就延续下来了。其实我上手 Notion 呢主要是因为第二大脑这个理论，这个理论的大概呢就是说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常常就看过一些内容就把它忘了，是因为我们每天接触的信息实在太多了，然后我们自己的主脑就是第一大脑没办法记住所有看过的这些信息，因此我们就需要一个第二大脑来承载这些信息。那使用像 Notion 这样第二大脑的好处呢，就是不仅可以很方便的承接大量的日常信息，而且可以在我们有空的时候慢慢的把这些信息整理，然后在日后想要使用的时候呢，还可以很方便的把它搜索出来，可以减轻我们自己大脑记东西的负担，然后把它空出来做一些思考上的工作。如果要举个例子的话，其实第二大脑就很像是哈利波特里面邓布利多使用的那个冥想盆，把多余的东西从脑子里吸出来倒进这个盆里面，然后有空的时候就好好看看，在这种状态下更容易看出它们的形态和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也打算出一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上班和做视频之余是如何使用 Mac 以及 Notion 来准备考试的，所以希望能在那个视频里面和大家更详细的分享。第三个必装的就是云盘，那我是一个深度的云盘用户，特别是在以前 Emma 把饮料打翻在上一台 MacBook Pro 之后，我们就都有了把东西备份在云盘里的习惯。个人资料我都是存在 iCloud 里的，因为我和 Emma 的设备都是苹果的设备，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 iCloud 来协同合作一些项目，包括我们在做视频的时候，如果我们双方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记录在 iCloud 里面，然后在我们写一些文本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同时通过 iCloud 在一个文件上进行工作。办公的资料我还是放在 Google Drive 里面的，因为在公司使用的还是 Windows。使用 Google Drive 的好处就是无论使用公司的电脑还是我个人的电脑，我都可以随时随地的从 Google Drive 里面获取到我想要的文件或者一些别的内容，所以在办公的时候就能够无缝切换。电脑设置当然是基于每个人个人的爱好或者习惯，所以怎么样的设置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也只是在这里分享出我设置电脑的一些习惯，希望对你能够起到一些帮助。如果你有一些自己设置电脑的习惯，或者你觉得有一些非常好用的软件，那非常欢迎你在评论或者弹幕当中分享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学习。那今天这期视频就是这样，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